最近啊，这个 ChatGPT 啊是火得一塌糊涂，并且呢，我也使用了这个工具辅助我工作已经1个多月了，让它给我写脚本代码什么的。那么咱们这一期呢，也赶一个时髦，用 ChatGPT 来给咱们写一批评测稿试试看，不写别的，就写咱们这一期要聊的这一台会榨汁的高达 HJ 风铃高达改修型。好，打开这个 ChatGPT 呢，我们直接输入我们的需求。最终得到的结果呢，什么他妈玩意儿？虽然说呢，让这哥们儿写个诗啊、写个曲儿啊、写个代码什么的，是真的好使，但是要让他真的去写很专、很精的这种小众的东西，确实不行。得了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教世间知己，有网络通好记，默安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教记。水星魔女的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呢，相信给了很多同好心灵沉重的一集。估计谁也没有猜到呢，前面11集一直帮着女友照顾番茄园的这个人畜无害的小姑娘，最终学会了榨汁技能，而使用的榨汁机呢，正是这一台风铃牌的。这台风铃高达改修型的整体外观呢，我个人觉得要比风铃高达顺眼多了，至少腿这一块我是已经可以慢慢接受了。其实我怀疑我是已经被机设人员 CPU 了。面部和身形方面呢，也终于有了更多高达的影子，头部的造型呢，则更像00的机设了。而雪铁龙呢，终于是有了，只不过是个减配版。机体的配色方面呢，相较前代的风铃来说，黄色方面减少了不少，给人的感觉一下子写实了很多，也冰冷了很多。当然呢，我在这里把所有的黄色都补色成了金色，这里呢，同好们就自行脑补成官方的配色就好。说真的呢，我个人确实不太喜欢风铃高达那种卡哇伊的设计造型，并且从配色方面来看，也确实太过于卡通了。但审美这玩意儿嘛，属于见仁见智的事情。不知道同好们喜欢哪一种造型的风铃机设呢？把弹幕打在公屏上，并欢迎在评论区里边抬杠。机体高度方面呢，我觉得比风铃是矮了那么一丢丢的，但是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呢，整体的身形比例都是做过了调整的，其中头部和上身的比例的调整是最为明显的，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种顺眼了。这设计难不成还是在一代一代进化的？一开始呢，风铃高达属于是仓促上市，之后呢，慢慢再进行 OTA 升级。当然具体的呢，还是要在第2季里边再看看这一台风铃高达的改修型怎么继续升级了。在这里呢，要生硬的插一句吐槽，就是这次的帕特梅痕，虽然呢依然是给出了已经遗印好的成型零件，但是却少了那种胶贴，反向印刷的帕特梅痕，以至于呢多出来的这2个胸部的透明分件，只能把帕特梅痕贴纸贴到胸部之后才能用得到，而不是说贴到透明分件上进行2套替换，这一块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不满的。可动性方面呢，我就不重点说了，基本上跟风铃高达属于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我大概快进一下。当然不愿意看的同好们呢，也可以快进一下。可动性方面呢，比较值得拿来一说的呢，就是这个背包了。上部的2个配件，除了可以将里边的小型黄色分件展开以外呢，就是这2端的连接机构了。这个连接机构呢，主要是分成2部分，以便可以进行独立的2段可动。只不过外边这一段的结构呢，采用的是 C 型扣的设计，不知道把玩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导致强度下降。而下面的2个部分的可动就比较常规了，只是2个连接桩作为连接。盾牌这里呢，依然跟风铃和魔铃一样，是可以进行拆解、搭载和组合的。当然呢，也可以跟动画一样作为浮游炮使用。只不过呢，我这里没有购入那套支架，也就无法展示了。拆解的搭载呢，大部分方式和风铃高达是一样的，只有这2个盾牌配件呢，是从作为风铃高达的后裙甲而改为插入式搭载。这种搭载方式呢，反倒是跟魔铃的后背包有点类似了。最
最后呢，就是武器了。作为主武器的枪呢，这次的设计终于像一个枪了。只不过如果你还觉得短的话呢，这次的加长也是给出了的。只不过呢，作为 HJ 系列，想直接看到变形是不用想了，插拔变形才是 HJ 的味道。只不过呢，这次插拔的零件实在是有点多，而且替换下来的这些零件呢，是让我用来丢的吗？而盾牌拆解之后呢，也是可以搭载到枪体之上的，以还原动画中最终高出力攻击的样式。总体看来呢，这款风铃高达的改修型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。毕竟身形比例终于是变帅了，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大头娃了。可是要说这次进化了有多少，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新设计。硬要说的话，就是背包和武器了。但最终呢，还是要感慨一下 HJ 这2年给我们带来的产品，真的是一次比一次好。无论是强度还是拼装的感受，早就摒弃了以前那个我对 HJ 那种分色基本靠补、核膜线基本靠修的那种固有概念。因此呢，这款风铃高达的改修型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。只不过现在产品溢价呢还是比较高，不着急的同好们呢还是要等等。最重要的呢是不要追高。好了，这一期的教技呢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，麻烦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一键3连，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。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集体评测，我是评测员 D，我们下期再见。